欢迎回到这系列的影片。我们今天要介绍怎么用 t-test 去进行我们的资料分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首先就是用 import dataset 去选取我们想要的资料。那因为我的资料是用 Excel 档的方式呈现，所以我就点 from Excel， 然后用这个 browse 去选取你的资料位置。在这个 data preview 的地方，你可以稍微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你要的资料。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把这个 code preview 这边按这个复制键，然后 import。之后我们就在 console 这边把刚刚复制的东西贴上。那这边就是读 Excel 档会需要这个 read Excel 的 package，所以我们就用 library 把它叫出来，并且我们告诉它这个 Excel 档它的名称我们这边指定成 Heroes2，然后这个 View Heroes2 就是执行的话就会跳出一个新的界面，让你更好的去观看你的资料。在进到实作之前，我们先认识一下 t-test， 简单知道它们的差别。t-test 可以分成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跟 paired sample t-test， 一个是独立样本体检定，另外一个是相依样本体检定。在独立样本体检定的部分，顾名思义，它是检测两个独立样本，所以呢，可能是你测小孩跟大人他们记忆的分数是多少。而在相依样本体检定的话，就是测验同一群人他们在可能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或是两个不同的状态下的表现。所以这边的举例就是可能在学习前和学习后他们记忆的分数是多少，但是这边是在相依样本这边是指同一批人。另外一个独立样本体检定蛮常见的一个应用是，可能今天我想比较两个班级之间的可能阅读速度或者是一些成绩。那因为两个班级是两组不同的人嘛，所以它就是两个独立样本体检定。如果是相依样本的话，也可以比较可能我们阅读通通都是大写的英文字的速度，跟通通都是小写的英文字的速度。因为在这样子的实验底下，通常我们会测同一批人，然后给他们看两种不同的呈现，就是可能一篇文章都是大写，一篇文章都是小写，然后去比较他们的阅读速度。所以在独立样本体检定，我们就是测不同组别的人，而在相依样本体检定里面，我们是测同一组别的人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所以呢，今天我们如果要用这个 Heroes 的 data，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它就是统计一些大漫画公司的英雄们，然后把他们身高、体重、出生地、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还有他们的力量、智力等等的数值都列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我要比较 Marvel 跟 DC 他们英雄的力量的差别的话，我应该选哪个呢？那因为 Marvel 跟 DC 他们是两组不同的漫画公司，所以他们旗下的英雄人物也会是两组不同的人，所以呢，它会是不同组别的对象。那我们就是要用这个独立样本体检定。那在了解了独立样本跟相依样本的差异之后，我们就回来这边来进行我们的程式码编写。所以首先是独立样本体检定。我前阵子学到，你可以在你的注记后面打4个减号，在它这边就会有像是帮你创建一个段落，所以等到你之后打到后面的程式码，你想回来你就点这边，它就会跳回这一行。我们先看一下 Heroes 这个资料，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今天是想看他们的 Strength 这一个栏位，然后是比较 DC 跟 Marvel 两家漫画公司出品的英雄们。我首先会做的是，我要在这一大笔资料里面找出2块资料，一块是 Marvel 的英雄，一块是 DC 的英雄。我们这边要用的 function 是 subset，然后这个 heroes 就代表就是我要从这个资料集里面，我要找到 publisher 是 Marvel Comics 的，然后把它指定成 Marvel。我们先执行看看，我们就看到在右边 environment 这边多了一条 Marvel，
然后它一样有14个 variables，但只有112个 objects。同理，我们就找出 DC 的。OK，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 DC 的人数相对少很多，就只有25个人，然后有14个 variables。在我们分好这两笔资料之后，我们可以点进来看，就是这边的话，其他栏位都有，但是在 Publisher 这边就单纯只有 DC Comics。那 Marvel 里面也是，就是其他栏位都是完整的，但在 Publisher 这边就是 Marvel Comics。当我们分好这两笔资料之后，我们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用这个 with t-test 去指定我们的 t-test。那我们要告诉他说，这两笔资料有这么多栏位，我们到底要用哪一笔栏位来检定呢？所以我们就要先打 Marvel，然后打一个前号，然后打 strength。大家可以看到我打前号之后，它其实就有一些可以给我选的，因为它就是侦测到好这个 Marvel 的资料集里面有这些栏位，然后是可以进行后续的分析的。那我就是要选择 strength 这一条。那另外因为我要 Marvel 跟 DC 比嘛，所以我也是打 DC 一个前号，然后打 strength 就可以选择。这一行程式码的意思就是我是用这个 Heroes 的资料集，然后我用 t-test 去比较 Marvel 的 strength 跟 DC 的 strength 这两个栏位。那我们就按 Command 加 Enter 或 Control 加 Enter。在 console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有说这个 p value 是多少，然后它的95% 的 confidence interval 是多少，然后 t 值自由度是多少等等的，所以这边就是一个蛮简易的 t-test 呈现。当你想要比较两个不同组别的同一个表现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 t-test 方式。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另外一种是 paired sample t-test，比较常见的情况应该会是在一些实验的状况底下，可能我们比对同一组人在两个不同时间点的表现差异，或者是同一组人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的反应等等的。那我一样在后面加了4个减号，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边已经变成 paired sample t-test 的这个部分。然后我点的话，我可以往回找到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这边。像刚刚讲的，就是 pair sample t-test 比较常见在实验的情况底下，所以我这边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展示这个 pair sample t-test，我就创一个假想的资料。好，那这边就是我创造的假想的资料，我们可以看看这一笔资料长什么样子。有3个栏位，有6个人，可是每个人出现2次，所以一共12个 rows。这边就有他们的名字，然后测验的时间是学习前还是学习后，然后他们的成绩这样子。所以 Amy 有她学习前跟学习后的成绩，Steve 也有他学习前跟学习后的成绩，Henry 也有他学习前学习后的成绩，以此类推。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说，他们接受这样子可能1周课程的训练之后，他们的成绩有没有显著的差异？像前面我们这边有用 subset 把原本的大资料集去区分说这一块是 Marvel，这一块是 DC，我们这边也要做一样的事情。我们这边也要用 subset 去区分说哪些是学习前的成绩，哪些是学习后的成绩。这边就是先把你资料集的名称放进来，这个 performance，然后告诉他我要选择 test time 是 before，然后把它指定成一个新的资料叫做 before。那我们在右边的 environment 这边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只剩6个 objects，因为就只有他们 before 的成绩，就没有 after 的成绩。同理，我们把 after 也放进来。大家就可以在右边的 environment 上面看到有 before 跟 after，然后2个都各是6个 objects。在分好之后
剩下的也是跟前面一样，我们先把资料叫出来，然后把它 pipe 到下面一行，然后我们用这个 with t-test before 的成绩比上 after 这个资料集里面的成绩。跟前面不一样的是，我们这边要加上一个 pair 等于 t， 这个 t 就是 true 的意思，你也可以打 true。这里的 pair 就是告诉他这个 t-test 的 function 说，我知道你的预设值是不成对，但是在这笔资料里面，我希望是比较成对的情况，所以我希望比较这些受试者可能 Amy 的学习前跟学习后的成绩，比较 Steve 学习前跟学习后的成绩，而不是拿 Amy 学习前的成绩跟 Mary 学习后的成绩来比较。对，就是记得要加这个 pair 等于 true。那我们来执行看看，我们就可以在 console 这边发现说，哦，它这边就写成 pair t-test，然后告诉你它的自由度是5，那也合理，因为我们一共有6个受试者，所以自由度这边就是 n-1，就是5，然后它的 t 值还有它的 p value，然后95% 的信赖区间等等。这边也要提，就是一样是我之前闹的一个笑话。如果今天你的资料来的时候已经是2个分开的档案，像是可能一个是2011年的某个公司的资料，跟2024年那个公司的同样的资料，然后你想比较可能他们的营收是多少，你就可以跳过这2个 subset 的步骤，直接跑到这个 performance 里面，然后就是用这个前行符号去指定你要比较的栏位。因为我之前每次拿到资料，我都是拿到一个大家都集合在一起的资料，所以我已经很习惯就是用 subset， 一拿到资料就开始把它分细一点，就是分成哦，这是哪一年的，这是哪个情况的等等的。然后之前我朋友请我帮忙看的时候，尽管他是给我2个分别的 Excel 档，我还是直觉性的先把它们合并，然后再用这个 subset 再把它们分开，然后再去跑这个 t-test。但是其实这非常非常不必要，因为既然一开始就是2个不同的档案，那你一开始就可以直接使用 A 档案，然后指定栏位，B 档案指定栏位就好了，你不用再合起来再分开。我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想到，然后就觉得蛮好笑的，就是太习惯于这样子的程序，所以导致在真正该有弹性的时候，没有展现出该有的弹性。好，那接下来就是简单的教大家加上我们的显著的符号，因为通常我们做了 t-test 之后，我们就会想画图嘛，就是画出2个组别之间的关系，至少我会喜欢这样，所以我们这边把它 plot 出来。更详细的资料视觉化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叫出熟悉的 ggplot2。然后我们想要加上显著的符号，因为像这边 performance 里面它的 p value 是显著有差的，所以就代表说学习前跟学习后这2笔分数是有显著差异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希望能用画图的方式去更好的看出哪一组分数比较高，哪一组分数比较低。那这个 GG significant 它就是专门帮我们画显著的星号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要画显著星号的话，就不用 library 这一条，没关系。一样就是 ggplot 是蛮固定的一些写法。那我希望 x 是 test time， 就是一边是 before， 一边是 after， 然后 y 是他们的成绩的平均。
那这边前面的话，大家就是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我们都有蛮详细的介绍 bar chart 跟 arrow bar 它们怎么画出来。那我们先执行看看这样子的结果，就是一个蛮简单的图片，可是我们就可以从统计这边知道说它们两个有显著差异。那我从图片里面知道说 before 的成绩比较低，after 的成绩比较高，就是可以看到它们差异的方向。我这边要新加的一个东西是，我希望帮他们加上显著的星星，所以我这边用刚刚下载的这个 geom significant，然后我告诉他我的 comparison，就是我要比较这个 after 跟 before，这边就是要用 list 把它去包围起来，然后我要告诉他我要不要画出显著的程度，这个 T 就是 true，所以告诉他我要画出显著的程度。它其实有其他方选是可以直接让你在这个图里面再进行一次 t-test，然后把显著的程度画出来。可是我自己会比较习惯，我先另外执行好一个 t-test 之后，我确定了这样子的数值，我再用 annotation 这个 function 把我想要加多少颗星星写进来，就是对我而言这样子比较不会搞错，而且这样也可以让你更清楚掌握你的资料情况。所以这边是点007，那就是介在点05跟点001之间，所以我把它放2颗星，然后这边给它一个 Y position，告诉他我要那个显著的标示出现在哪里。那我们这样执行看看，它就变成它右边就多了这个显著的符号。那如果我说10呢，就可以发现它到了这个10这边蛮低的，就可以清楚知道两组之间不同的差异，然后它们差异的显著程度是多少。那另外就是我平常会使用这个 annotation，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你其实可以在这边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像你可以加 hello，然后你执行，它就会帮你把这个 hello 写在这边。它可能上面有点被切掉，那你一样就是用之前讲到的 coord 这个去改你 y 的 limits， 这样试试看。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对比前面这个 hello 有点被切掉。当我今天用这个 coord 把我的 y limit 设在0到110之间的话，出来的图片，因为它最上面这边就可以想象它是110，而不是前面的100，所以我的 y position 在100的地方就可以很清楚的呈现。这边就是今天的内容，我们就是用 t-test 去跑资料分析，然后我们介绍了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跟 paired sample t-test，最后我们就是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可以去比较这个 t-test 差异的方向。